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西南石油大学王喜华，欢迎大家来到构造地质学课堂。我们上节课学习了变形与应变，这节课我们学习岩石的变形阶段。研究岩石的变形构造，必须考虑岩石受力是行为的表现。尽管岩石变形习性研究主要来自于实验室，其分析结果与岩石在自然地质环境下的变形有差别，但仍是研究岩石变形习性的合理的近似分析方法。下面我们介绍一下通过岩石变形实验得到的应力应变曲线，去研究岩石的受力变形破坏特征。由于各类岩石的矿物成分、结构、构造、颗粒大小、形成的地质条件及成岩过程的不同，因而其在单轴加压条件下的应力应变曲线形态也不尽相同。一般在外力作用下都经历弹性变形、塑性变形和断裂变形三个阶段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变形阶段，弹性变形阶段。岩石受力后发生变形，当外力取消后又完全恢复到变形前的状态，这种变形称为弹性变形。图3-13是低碳钢沿轴向简单拉伸实验得到的应力应变曲线图。当应力超过 B 点应力值时，去掉外力后，物体也不会再完全恢复到变形前的形态。因此 B 点的应力值西格玛 B 称为弹性极限， OB 为弹性变形阶段。弹性变形阶段 OB 由两条线段组成，直线 OA 和曲线 AB， 说明在直线 OA 阶段，应力与应变呈正比关系，符合胡克定律。与 A 点对应的应力值西格玛 A 称为比例极限，曲线 AB， 应力与应变不成正比，但仍属弹性变形阶段。外力在 B 点前卸载，仍可恢复到变形前的状态。地震冲击波的穿拨就是地壳内岩石具有弹性变形性质的一种表现，但岩石发生纯粹弹性变形很少留有痕迹，因而对地质构造的研究意义较小，仅在地震研究、地震勘探、工程建设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。其次，我们看第二个变形阶段，塑性变形阶段。当外力继续增加，应力值超过弹性极限西格玛 B， 如果此时取消外力，变形后的岩石不能完全恢复到变形前的形状，这种变形称为塑性变形，也可以称为剩余变形或永久变形。当应力值超过弹性极限西格玛 B， 继续增加，应变随之增加，即 BC 段。当到达 C 点时，曲线近于水平，即 CD 段，说明即使应力不再增加，即保持 C 点时的应力值也会发生显著的应变，此时岩石的抗变性能力极弱，这种现象叫屈服或塑性流变。 C 点为屈服点， C 点对应的应力值西格玛 C 称为屈服极限。当到达 D 点时，随应力继续增加，应变又随之增加，即 DE 段，直到应力达到最大值 E 点，岩石发生断裂变形。当变形达到 DE 内的任意点 G 点时，即随之停止加力，并且逐渐减力，则变形遵循直线 GM 关系。由于 GM 与 OA 近于平行，说明岩石在塑性变形的最后阶段 DE 内存在弹性变形 N 和塑性变形 M 两个部分。若再次施力，岩石的比例极限和弹性极限均有增加，比例极限与破坏点 E 缩短，说明弹性变形阶段增长，塑性变形阶段缩短，成为岩石变形硬化。
最后我们看第3个变形阶段——断裂变形阶段。如图3-13所示，当超过1点以后，曲线急剧下降，说明岩石失去了抵抗变形的能力，其内部支点的结合力已遭到破坏而产生了破裂面，岩石失去了连续的完整性，即称为断裂变形或脆性变形。此时1点所对应的应力值 σe 叫做岩石的强度极限。对于脆性岩石来讲，应力达到岩石的强度极限 σe 后，即发生断裂变形。对于韧性较强的岩石，当所受到的掌应力超过强度极限 σe 时，岩石并没有发生断裂。见图3-14，而是出现了细径化现象，导致所受应力迅速减小，变形急剧发展，且直到变形曲线上的 K 点时，才在岩石的细径化处被拉断，进入断裂变形阶段。图3-13中，以 K 区间为局部的塑性变形 ，K 点对应的应力值称为断裂强度。关于岩石变形阶段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同学们再见。